世界大了，奇葩事儿也就多了。这年头居然还有地方不允许死亡，你敢信？只要是敢死，那就是违法。而且吧，很多国家为了能多生点孩子，累死累活的。结果这个地方呢，也不允许孩子出生。好家伙呀，世界上真有这种不准死也不准生的地方吗？哎，不仅有，而且我们中国人呢还能随意免签进出呢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斯瓦尔巴群岛位于北冰洋，这是最靠近北极且可居住的地方之一。它的首都伊朗尔城也被称为是全世界最北的城市。群岛属于挪威的领土，面积约为 6.2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3000万人。因为就处于北极圈里，斯瓦尔巴群岛有 60% 的面积被冰川覆盖，而且每年冬季来临的时候，斯瓦尔巴群岛都会有长达4个月的极夜。从11月一直到次年2月，虽然看不到太阳，但也能欣赏到美丽的极光。等到了夏季，这里又会有将近5个月的极昼。就因为这种极端天气，再加上这里又是冰川荒原，色彩单调，生活的时间长了，就很容易让人变得抑郁。所以当地人呢，特意把房子都涂成了彩色的，给荒凉的群岛增添了不少的色彩和童话气息。很多人都说斯瓦尔巴群岛是熊的国度，这话说的也没错。生活在这里的北极熊有5000多头，比人都要多得多。在当地路边的标识写的不是小心车辆小心路人，而是小心北极熊。但凡来到这里旅游的人都得参加一个怎么应付北极熊的培训，而且他们还要求必须带枪。如果厌倦了快节奏的生活，想要好好放松放松，斯瓦尔巴群岛就是个不错的目的地。但是这个群岛上面还有几个异常奇葩的规定，它是不允许死亡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当地甚至还出台了法律来表示，除了突然猝死，否则不管是自然死亡还是其他原因，就算是死了也会被追究法律责任。说简单点，只要不是突然一下子就嗝屁，不然你想死在哪里都行。这也使得斯瓦尔巴群岛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禁止死亡的地方。话说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自然现象，为啥这里会有这么奇葩的规定呢？主要原因还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环境。因为岛上天气寒冷，而且地下又是永久冻土，这个群岛吧完全就是个天然的大冰箱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人一旦死了，在这种环境下尸体并不会自然腐烂，同样的残存在身体里的各种病毒也会永久保存。如果这些病菌在这里广泛的传播开来的话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所以为了防止病菌外传，才会有这种奇葩规定。除了不允许死亡，出生也是不允许的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问题就更好理解了。因为当地人口少，医疗的各种设备十分有限，总共就8张床。这在小边可以，少打点的手术就不得行。万一孕妇有了紧急情况，根本来不及救援，所以当地人才会禁止在岛上生娃，而是要求在临产的前1个月就必须回到挪威本土，只有身体状况恢复的差不多才能回来。明明是挪威的领土，中国人不仅能免签进入斯瓦尔巴群岛，而且不管是想在这里生活、上学、工作，还是开个小店都是可以的，没有时间限制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，还不用向任何国家申请文件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主要是得益于一个条约——斯瓦尔巴条约。因为在斯瓦尔巴群岛发现了丰富的煤炭资源，美、英、法、俄等国家都想要来岛上挖矿而争个不停。于是这些国家就合起伙搞了个条约出来，规定这个群岛是属于挪威，但是吧，这群岛上的煤矿大家公平竞争，都能挖，而且各国的公民也能自由的进入斯瓦尔巴群岛，进行正常的商业和科考活动。我国在2004年就在岛上正式建立了黄河科考站，而岛上居民的安全以及群岛的自然环境则由挪威负责。反正经过一系列的讨论，这才得出了大家都满意的条件。于是在1920年斯瓦尔巴条约正式签订，而我国也在1925年受邀签署了该条约。虽然岛上熊比人多，然而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，像餐厅、酒馆、夜总会等等都是一应俱全，完全能满足生活需求。只要能忍受极端的极昼极夜，在岛上定居可以说完全没问题。在岛上，这里有被人们称为莫尔粮仓的种子库，里面储存了超450万种种子的样本。在当地零下18度的环境下，大麦、小麦等种子可以存放约1000年，高粱等种子更是能储存近2万年。而这些种子就是以防世界出现毁灭性的灾难时，还能保证物种多样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给你发财的小手点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